大家好，这里是百味厨娘。饺子大家都喜欢吃，但是很多朋友都包不好饺子。包饺子的手法特别多，今天就给大家分享10种简单的包法。今天一次性学会，以后逢年过节的时候都能用得上。每一种都是特别的简单，但是包出来以后特别好看。接下来一起来看看吧。首先来分享第一种，这个包法也是比较简单的，但是这个日常用的不太多。做好以后，大多数时候都是用来做煎饺。如果喜欢吃煎饺的朋友，可以多选用这种包法。接下来分享第二种包法，这种包法和第一种相差不多，这个手法也是相当简单的，但是这个包出来颜值比较高。像我们家的孩子就特别喜欢吃这种包法包出来的饺子，像这个饺子包出来以后，一排放起来看着特别整齐，非常有食欲。接下来分享第3种包法，像我们老家很多朋友都是像视频中这样包饺子的，这个方法也是比较普遍的，而且手法也是相当简单，像这样看一下就能学会。接下来分享第4种包法，像这个包法一般来说用的比较少，但是出锅以后绝对非常好看。咱们在包的时候尽量把它捏得紧实一些，这样不容易散开。像这样一个非常简单的饺子就包好啦。接下来给大家分享第5种包法，像这种包法也是比较普通的包法，没有什么技术难度，看上一眼就能学会。最主要的就是这个边一定要给它捏紧实一些，以免它散开。看这个饺子像不像是你自己包的？有没有一种特别熟悉的感觉？这个饺子包好以后，就给大家分享第6种包法。第6种包法也是相当的简单，包的时候馅料可以多放一点，包出来口感更好一些。像这个包法，我们家用的还是比较多的，因为它包起来特别顺手。边缘的地方也要捏得紧实一些。像这样一个饺子就包好啦。接下来给大家分享第7种包法，这个包法我在前面的视频中有出现过，也有朋友问到过，今天就给大家详细分享一下。大家包的时候看视频的手法就可以啦，看一遍就能学会，非常简单。接下来给大家分享第8种包法，这个包法相信大家都见过，因为很多朋友用的都是这种方法。用这个方法里边的馅料可以多包一些，吃起来更加好吃一些。
像这样捏一圈，一个饺子就包好啦，非常的简单。接下来给大家分享第9种包法。像这个包法，过年的时候经常能够看得到，很多朋友选用的都是这种包法，因为它不仅装的非常多，而且包起来也是相当的简单。大家来看一下，是不是成品也是非常的可爱？好啦，接下来给大家分享最后一种包法，这个包法也是相当的简单，看上一遍就能学会。好啦，以上就是饺子的10种包法。很多朋友都说包饺子特别难，但是看了以上视频，是不是觉得非常简单，自信心又回来了呢？以上10种方法，你最喜欢哪一种呢？欢迎留言评论哦。如果你有更好的方法，欢迎在评论区分享给大家哦。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啦，感谢您的观看，这里是百味厨娘，咱们下期视频再见。